2个月前，昆桑想要养一种小宠物，那就是沙漠雨蛙，也叫馒头蛙，学名叫伞油短头蛙。近些年在宠物市场非常活跃。对于一种新生宠物，昆桑的第一感觉是：这种宠物是保护动物吗？它是可以合法饲养的吗？毕竟这年头饲养一个大哥嘞，都有可能获赠一对银镯子。沙漠雨蛙有很多种，这2种哪一种可以合法饲养呢？2种都不行，只有这种可以合法饲养。那么这玩意儿去哪里买呢？普通的宠物商店好像没有，只能去网上买了。昆桑找到了一个卖家，3只沙漠雨蛙，要价4500八，买了它们有种又疼的感觉。这玩意儿怎么比一头猪都贵呢？下单后就是等待馒头蛙的到来了。在这个时间里也要准备饲养的环境，网上推荐的这种小颗粒好像不太适合，这一点也没有非洲的感觉。准备一个鱼缸，底部铺上细沙子混合腐殖土，顶部铺上粗颗粒的刺玉土，放一个水盆给它们洗澡和喝水，撒上一些枯叶装饰一下。馒头蛙原生地在非洲，那地方应该很热，加一盏灯给它们提供温暖，给泥巴上喷水打湿，一个馒头蛙饲养箱就做好了。3天后，昆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馒头蛙到了，看一下这些可爱的小家伙，看起来不太真实，肥嘟嘟的小屁屁，就叫他们小黑吧。昆桑小心翼翼的把它们捧在手心，有人说它们很难养活，所以昆桑买了3只，看看能活下来几只。看一个宠物能不能养活，就看它吃不吃东西。如果它开口吃东西，那么它活下去的几率还是很大的。把小黑们放进他们的新家里，相对小一些的是男生，比较大的2只是女生。进入新家后，小黑们就躲进了苔藓里，再放入一些小蟋蟀后，小黑们还是无动于衷，并不想吃东西。可能是运输造成的不适，让小黑们暂时还没有食欲。他们开始挖土，用强有力的后腿在泥土上挖洞，把自己埋起来。养了它们就好像养了盆土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昆桑被一种声音吵醒了，不是窗户外小野猫的叫声，而是在饲养箱里发出来的。原来是小黑在叫。5天后，小黑们还是没吃东西，昆桑可是坐不住了。如果再这么下去，小黑们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昆桑是养了一些果蝇，这是一种专门给爬虫提供的不会飞的果蝇，不过它们还是会跑的。有的果蝇跑出了饲养箱，有的果蝇趴在小黑们的脸上。小黑们还是没有吃饭，是他们不饿吗？还是这食物他们不喜欢呢？6天后，为了让小黑们能开口吃东西，昆桑不得不开始挖土，把小黑们像挖土豆一样挖出来。想让他们吃饭，得先找到它。这里有个东西在动，这有一个细周的小土豆崭新出土。9天后，小黑们不但没吃东西，还不讲卫生，随地大小便，挖土挖得浑身脏兮兮的。到喝水盆里洗个澡，洗完澡后，昆桑把它们放进饲养箱里，再放上一些小蟋蟀，看看小黑们会不会吃呢？最小的小黑开始吃东西了，接着女生们也跟着吃了起来。在野外并不是每天都有东西吃，所以一旦他们遇到小昆虫，会尽量一次吃很多。而小黑们之所以有这个身材，跟吃东西的姿势也有很大关系。只吃舌头可以够得着的食物，稍微远一点的小黑都懒得走过去吃，哪怕屁屁上趴着一只蟋蟀都不会打扰小黑吃东西。吃完饭后的小黑做出了奇怪的举动，他开始把身上的皮扯下来，然后塞进了嘴里，皮肤上的泥巴和土也都被小黑吃了。你这食谱有点杂。吃饱后，小黑们开始活跃了起来，一只站在另外一只背上，他们开始互相做起来马萨瓦。不过昆桑注意到，比较小的那只女生一直都没吃什么东西。15天后，昆桑再次给小黑们喂食，男生和比较大的女生都吃了饭，还是那只比较小的女生不吃东西，她好像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。直到22天后，这只馒头蛙依然没吃东西，昆桑非常担心，20多天不吃东西，人类7天不吃东西可能就会BBQ了，何况是这么小的一只馒头蛙。那么它为什么不吃东西呢？24天后，这只小馒头蛙在饲养箱里爬来爬去，可能是饿了，但是给它什么都不吃。而最大的那只馒头蛙在玻璃旁边挖的洞，可以在侧面观察得到它。28天后，昆桑找了块烂木头放进饲养箱里，
在它们不想挖土的时候，也有躲避的空间。3-4天后，这只小黑还是没吃东西，可能接近人类让它们压力更大。也许模拟大自然可以帮助它。既然是叫沙漠雨啊，那当大自然下雨的时候，野外会冒出很多小昆虫。小黑们感觉到了潮湿，就会在土里醒过来找东西吃。一开始小黑还有点害羞，在刚刚钻出土后，又把头埋进了土里。当身边出现很多昆虫后，这只小黑终于开口吃东西了，总算看到了希望。45天后，掌握了这种方法，昆桑每次喂食，小黑们都能成功吃到食物。60天后，3只小黑都健康成长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这种馒头蛙适合做宠物吗？好了，本期馒头蛙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